12年前的一颗糖，12年后变成了同居室友之间的尴尬。你们敢信吗？一个男人默默喜欢一个女人12年，等真正住进同一屋檐下的那一刻，他却开始拼命装作若无其事。这不是狗血剧本，这是短剧《又吻骄阳》里翟一莹和一航要给我们讲的故事。而这一次，两个人是第一次搭档。先说说女主翟一莹，这个名字短剧圈的人应该不陌生。2001年出生，河南人，毕业于上海立达学院。刚出道那几年，她走的是正剧路线，演过古装剧《千古绝尘》，也演过战争题材电影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真正让她爆红的是转型短剧之后，跟申浩南搭档的《太阳的背面》悬疑感拉满，跟刘宇航合作的《初次尝鲜》上线24小时热度就冲到7000万，跟王浩真演的《岁岁淮安》直接把爹系男友送上热搜。业内说他是万人适配体质，不管搭档是谁，他都能演出不一样的化学反应。这一次轮到一航了。一航是谁？如果你常刷短剧，你可能见过他。去年他刚拿下 CMG 首届中国微短剧盛典的年度观众喜爱演员，人气正在往上冲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他这些年最固定的搭档一直是女演员初夏。两个人合作了几十部戏，从他蓄谋已久到错位心动，观众早就习惯了他们俩的组合。这一次他要跟翟一莹搭戏，等于是两条各自称霸一方的 CP 线第一次交汇。这样的组合能不能碰出新的火花？谁也说不准，但市场显然很期待，预告还没放出来，就已经有近2000人预约等着看。那这次的故事到底讲了什么呢？女主南昭寄人篱下，从小没有安全感，而男主晋耀早在12年前就已经悄悄喜欢上了她。可惜的是，这份喜欢他一藏就是12年。直到两人重逢，甚至被迫住进了同一个屋檐下，晋耀心里那根弦才又被重新拨动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12年里，晋耀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表面上，他对南昭嘴上克制，甚至刻意保持距离，两个人相处起来一副欢喜冤家的样子，斗嘴归斗嘴，谁也不肯先低头。可私下里呢，他一直在悄悄地试探，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只是不敢往前迈出那一步。而这份克制的背后，藏着一个秘密：晋耀的童年其实并不美好。他曾经被幽闭的阴影困扰多年，那种恐惧感一直没有真正散去。直到南昭出现，他才第一次感觉到有一束光能照进他心里最暗的角落。南昭从来不知道自己对晋耀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他只是一直用最朴素的方式陪着他，治愈他，把他童年的阴霾一点一点地抚平。如果你也觉得这种表面冤家暗地里互相治愈的设定很戳人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就在两个人的关系刚刚有点松动的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晋耀的生父找上门来，威胁勒索。这个人是晋耀童年阴影的源头之一，他的出现几乎要把好不容易靠近的两个人重新推远。南昭会怎么选？是退缩，还是站到晋耀这边，跟他一起面对？没有人预料到，真正让两个人关系发生质变的，恰恰是这场危机。南昭没有退，反而选择跟晋耀联手，一起对抗这个曾经伤害过他的男人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晋耀才终于鼓起勇气，说出了藏在心里12年的话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晋耀12年的等待到底值不值？而那颗糖的秘密也终于揭晓。原来在很多年前，两个人还是少年的时候，就曾经因为一颗糖结下过一个约定。这个约定，晋耀记了12年，南昭却几乎已经忘记。直到重逢的这一刻，那颗糖的意义才被重新拾起。原来所谓的暗恋成真，从来都不是突如其来的，而是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悄悄埋下了种子。从告白到领证，再到举办婚礼，迎来女儿，这段感情走到最后，是实实在在的岁岁相守。一颗糖的缘分，最终变成了一家3口的日常。说真的，这样的故事线放在短剧市场里，其实并不算新鲜。暗恋、冤家、治愈、豪门反派、大团圆结局，几乎每一个元素都能在别的作品里找到影子。但又吻骄阳真正让人期待的，从来不只是剧情本身，而是翟一莹和一航这次的化学反应。
一个是被称为万人适配体质的短剧顶流女演员，一个是刚拿下观众喜爱奖，急需突破固定搭档模式的上升期演员。这次合作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尝试。真正值得讨论的，其实并不是翟艺莹和一航能不能演一部爆款短剧，而是他们能不能打破观众已经形成的固定印象。在短剧市场，演员最大的优势，有时候也是最大的限制。一旦某一组 CP 爆火，观众就会下意识地把演员和过去的搭档绑定在一起。新的合作对象往往不是从零开始，而是要面对上一段经典组合留下的巨大比较压力。对于翟艺莹来说，这种压力并不陌生。过去几次合作中，她已经证明了一件事，她拥有非常强的 CP 适配能力。无论面对什么类型的男演员，她都能够迅速找到角色之间最自然的相处方式。她的表演不会刻意制造工业糖精，而是通过眼神、停顿、肢体距离以及情绪递进，让观众慢慢相信角色之间真的产生了感情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看完他的作品之后，总会觉得这一对是真的很配。其实并不是每一位搭档都完全相同，而是翟艺莹能够根据不同演员的特点调整自己的表演节奏，把对方最有魅力的一面激发出来。这种能力在短剧行业里其实非常难得。而对于一航来说，这一次同样是一场新的考验。过去他和初夏组成的 CP 已经拥有相当稳定的观众基础，两人的默契、互动方式以及情绪表达都已经成为不少观众心中的经典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一航离开熟悉的搭档之后，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便是他的个人魅力究竟有多强。很多时候，一对成功的 CP 并不是某一个演员单独成就了另一方，而是双方共同完成了一次化学反应。当组合拆开之后，观众才会真正发现，到底是谁拥有更强的适配能力，谁又能够快速建立新的化学反应。因此，这一次的新搭档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合作，更像是一场关于演员可塑性的考试。如果翟艺莹依旧能够创造出令人心动的新 CP， 那么她的百搭体质将再次得到证明。如果一航能够摆脱观众对于旧 CP 的依赖，在新的故事里建立属于自己的男主魅力，那么他的演员道路也会拥有更多可能性。当然，真正决定一部作品能否成功的，从来不仅仅是演员。剧本是否足够扎实，人物成长是否真实，导演对于情绪节奏的把控，镜头语言是否能够放大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口碑。但是对于观众而言，第一眼记住的永远还是人与人之间那种难以复制的感觉。所谓 CP 感，从来不是靠拥抱、接吻或者甜蜜台词堆砌出来的，而是一种无法解释却能够瞬间打动观众的吸引力。当两个人只是安静的对视，观众便已经开始期待他们未来会发生怎样的故事，这才是真正的化学反应。所以，比起急着下结论，不如把答案交给时间，也交给作品本身。或许他们会成为今年短剧市场最大的惊喜，也或许他们只是一次勇敢的新尝试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这样的全新组合都值得被认真期待。那么，你觉得翟艺莹还能再次证明自己的 CP 适配能力吗？一航离开经典搭档之后，又能否凭借新的角色，真正撑起属于自己的男主光环？欢迎把你的观点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关注我们，下一期继续带你解读更多影视幕后故事。